在雅典经常说起两个名字，一个是亚历山大，另一个是戴奥珍尼斯，他们是相对的两个极端。亚历山大是一个皇帝，想创造一个横贯地球的大国，他想拥有整个世界，他是征服者，是追求胜利的人。而戴奥珍尼斯恰恰相反，他赤裸着生活，什么也没有，但在当时他很有名气。有一次亚历山大大帝来到印度，当然他是为了赢得胜利而来的。路上他听说河岸边住着一位神秘家戴奥珍尼斯，他曾听说过很多关于戴奥珍尼斯的故事。戴奥珍尼斯的狂喜极乐与宁静，还有镜子般的眼睛，就像深蓝的天空，没有一片云彩。而且这个人赤裸着生活，他甚至不需要衣服。有人说他就住在河岸边上，我们会经过离他不远的路径。亚历山大想见见他，便领着浩浩荡荡的臣子们去找他。这是一个冬天的早上，戴奥珍尼斯正在日光浴，赤裸着躺在沙地上，享受着早晨的太阳照射着他。河流也在岸边流淌着，一切都是这样美好宁静。除了物质和金钱，亚历山大想不到别的，他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所以看着戴奥珍尼斯说：久仰久仰。可是戴奥珍尼斯连头都没抬，又说：我是亚历山大大帝，我的国家能有你这样的人，太让我感到骄傲了。你给我挣足了面子，我不会亏待你，你想要什么尽管说，只要我能办到，一定都给你，我很乐意帮助你。戴奥珍尼斯把头抬起来看了看亚历山大，说了一句名言：麻烦你让一下，你挡住了我的太阳。亚历山大一愣，转身也说了一句名言：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，那我宁愿是戴奥珍尼斯。亚历山大看着这个人，在他面前，亚历山大必定感到自己是个乞丐，他什么都不需要，而我却要整个世界。即使这样，我也不会满意，即使这个世界也还不够。亚历山大说：见到你使我很高兴，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自在的人。戴奥珍尼斯说：没问题，如果你想像我一样自在，来，在我身边躺下，来个日光浴，忘掉未来，丢掉过去，没有人会阻拦你。亚历山大大笑了，当然是表面上笑笑。他说：你是对的，但时机还未成熟，我要去印度征服整个世界，会有一天我也愿意像你这样放松。戴奥珍尼斯回答道：那么那个有一天永远不会来了，你放松还需要别的什么？像我这样的乞丐都能放松，还需要别的什么吗？为什么要这种争斗，这种努力，这些战争，这些征服？征服世界要做什么呢？亚历山大说：当我胜利以后，当我征服了全世界以后，我要休息，我会来这河岸上，坐在你的旁边，向你学习。戴奥珍尼斯说：但如果我能躺在这里，现在就放松，为什么要等将来？我要告诉你，如果你现在不休息，那么你以后也永远不会休息，一定会有什么东西一直要你去征服。为什么跑到全世界给你自己和别人制造痛苦？为什么要等到你的生命的尽头才来我这里放松呢？我已经放松了呀。做一个戴奥珍尼斯没有障碍。亚历山大感受到了这个人的美和从容。他说：如果上帝给我另一次生命，我愿意做戴奥珍尼斯，但要下一次。戴奥珍尼斯大笑着说：如果问我只有一个肯定的，
我一次也不想成为亚历山大大帝。在戴奥珍尼斯的眼里，亚历山大看不到对他胜利的肯定，他一定突然间经历了沉默之感，经历了他谁也不是的无用之感。据说戴奥珍尼斯缠绕了亚历山大一生，不管他到哪里，戴奥珍尼斯都像影子一样伴随着他。夜里、梦中，戴奥珍尼斯始终在那儿笑。而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告诉人们，他们死于同一天。但戴奥珍尼斯必定晚了一会儿，以便他跟在亚历山大之后。当渡过把两个世界分开来的河流时，亚历山大又遇到了戴奥珍尼斯。亚历山大在前面，因为他死得早几分钟。戴奥珍尼斯等着跟在他之后。亚历山大听见河里有人在他后面的声音，就回头看去，看到戴奥珍尼斯在笑。他非常震惊，因为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。他也像戴奥珍尼斯一样赤裸着，因为我们不能把衣服带到另一个世界。这一次，他不是皇帝了。但戴奥珍尼斯还是同样的，死亡能夺走的一切，他已经抛弃了。所以死亡不能夺去他什么东西，他还是和在河岸上时一模一样。现在他在这条冥河里，就和以前一样。亚历山大为了表示无动于衷，为了给自己勇气和信心，也笑着说：妙极了，最伟大的皇帝和最伟大的乞丐又一次相逢了。戴奥珍尼斯回答道：你说的没错，只是你有点搞错谁是皇帝，谁是乞丐了。这是一次最伟大的皇帝和最伟大的乞丐的聚会，但皇帝在后面，乞丐在前面。我告诉你，亚历山大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也是一样。你是乞丐，但你认为我是。现在看着你自己，赢得整个世界，你又得到了什么？这个故事对你来说有什么启发呢？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们分享。收到的回响越多，我们将会录制一集故事制作时的趣事，并挑选有趣的留言和大家一起探讨哦。期待你的参与。另外，如果你也有值得省思的故事，想与大家分享，一同成长，我们会斟酌内容，可能以些微改编的方式呈现。若不介意的话，欢迎来信诉说你的故事。那么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喽。